小英小姐，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富贵或贫穷，疾病或健康，你愿意成为陆明先生的妻子吗？我愿意。陆明先生，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富贵或贫穷，疾病或健康，你愿意成为纪晓英小姐的丈夫吗？我愿意。 时尚界重量级的刊物《韩尚》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最新一期销量超过50万册。婚事专栏是最吸引人眼球的部分，他对时尚界人士的婚姻观做出了真实的写照，特别是对著名艺术总监陆明和新秀女画家靳晓英成婚经过的全程跟踪报道，不仅引发了许多读者的同情和赞叹。 昨天做得很好，这是我应该做的。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周田啊，真是一个销售奇迹。你看，统计刚刚出来，尚董嘛就迫不及待的来看大家了。这么骄人的成绩，我不能泰然处之，对周田给予奖励。韩主编，你觉得怎么样？周田的表现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是有目共睹的。你做主吧。好，这个奖励我得好好考虑考虑。韩露，我以为你已经放弃了做难堪的想法，想不到今天你变本加厉提出要做系列刊物。我从来都没有放弃做难堪的想法。我相信你也知道，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杂志的广告前景并不看好。新媒体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冲击非常大。在这个时候，你要我向董事会提出这个方案，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小。尚董，现在中国市场非常的特殊，很多的产业都在积极的发展当中，前景很好，而且市场也是一片光明，尤其是时尚的产业，更何况中国现在已经是奢侈品消费最大的国家。至于前景如何，您看市场就已经清清楚楚了。我不赞同你这个看法。平面媒体在西方国家已经是夕阳产业，一本杂志的发展有它的规律，由盛而衰是必然的结果。我们 TMG 有一本全国最好的韩尚已经足够。我觉得你应该把精力多放在如何办好目前这本杂志，不是肆意扩张。尚董，
杂志不做大，我们的广告内容就只有这么多了。怎么样去谈发展？怎么样去谈创收？从何谈起？成本呢？办杂志的成本呢？你为什么不考虑这些？成本增加了，广告收入上不去，这跟自杀没什么两样。机遇跟风险是并存的。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些。这份计划书就放在我这儿，等我仔细看完了，找机会向董事会提出。尚东，我们两个携手创办了《韩上》这本刊物。同样的，我也希望您能够在董事会极力的争取。至于系列刊物的可行性，这个方案里头已经分析得非常透彻了。韩露，你太固执了。不是我固执，是现今社会逼得你这么做的。你只有壮大你自己，你才能够生存下去。小富则安，明哲保身就是死路一条。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不希望韩上被人家去收购。我这是先把困难说在头里，难堪的事儿，我一定极力争取。好，那么我该怎么做的，我继续怎么做。等您的好消息。韩上男性杂志，韩主编，不是我说啊，你毕竟是个女人。陈社长，她的确是个女人，而且还是个女中豪杰。是我承认，你是女中豪杰，你是女强人。但是看事情得一分为二嘛，要用辩证的思想来看。你也得承认你的局限性嘛。我的局限性是，这女人怎么可能知道男人想听什么、看什么、穿什么、戴什么？我看这女人和男人之间，不止隔着一层肚皮吧？韩上创办男性版，就是为了要塑造女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男性。再说，女性办男刊，这两性之间的话题本来就挺有意思的。No， 你又说错了。韩主编，你说这男人怎么可能按照女人的理想塑造自己呢？那成什么了？小白脸儿，交际草。何为男人？男人在社会上就得冲锋陷阵。女人嫌臭，我们也不能怕流汗；女人嫌脏，我们照样得摸爬滚打。陈社长，哎，小周肯定同意我的看法，你谈谈。我呢，同意是同意，但是现在女人同样在冲锋陷阵呢，流了汗也得擦，脸脏了也得洗，男女协同作战，哪有不顾及对方看法的呢？说的也对。OK， 今天我们对这本杂志的未来的方针跟走向，我们会再进行讨论的。现在，该做准备的就去做准备，该招商的就准备招商。这个韩武嘛，他还真是花样百出，贼心不死哈。这南刊不是已经停了一阵子了吗？怎么现在又提起来了呢？会不会是上峰那边投资谈妥了？也没听这个老狐狸提起过呀。难道是韩露放了个烟幕弹？什么烟幕弹？
他现在在 TMG 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稳固他自己的地位，能在董事会讨个说法，所以他肯定有大张旗鼓的扮难堪，才能显得他的工作是有声有色。这也太夸张了吧？我说的没道理吗？这个答案是我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行了，你呀，你还是把心思多用在客户上吧。你这个答案呢，我只能说4个字：无聊、可笑。喂，单总。哦，你马上要出去啊？那你等等我吧，我跟你一块儿去。